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嗯。师爷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别怕，我在这呢，别怕别怕。睡着了？吓坏了吧？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车里，如果我也在，还能好一点。事出突然，又在陌生的地方，肯定更害怕。我已经叫律师去警察局问了，他刚来没几天，你实验室那边又出了问题。喝杯热水吧。还在想刚刚的事情？不是故意想，就是一遍遍在脑子里过。刚刚只是单纯的意外。我们去的那家花店附近有一个大厦，大厦里面的商铺，两个长期雇佣的物流公司起了一些冲突，我们只是运气不好，恰巧碰到了。我原本是想去买一束干花送给你，谢谢你做的晚餐，没想到竟然发生这种事情。你都安慰我一整晚了，说点别的。有一件事情，我本来想在买完花之后再告诉你的。什么？工作交接比我想象的要麻烦，所以这次可能要你自己先回国了。那要多久你才能回家？这个还不清楚。工作嘛，没办法的，尽快。一定尽快。好像今天都是坏事情和坏消息。我能做点什么让你开心点吗？
花言巧语。什么花言巧语？说点花言巧语哄哄我。好。没了。我在想接下来要说的话。我长得很好看，对吗？是不是在你认识的人里面算好看的？或者有比我长得更美的？没有，没有比你长得还好看的女生了。多一点，爱深一点，为城市变，吻过漫长岁月，将爱缠绕指尖，默默许下誓言，再拥抱几个永远，不会改变，用同样热烈的今天，给你我的情真意切。感谢你在身边。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？为什么不吹干头发？我这几天一直在开会，耽误了很多工作，今天可能还是要忙到很晚。书呆子。我睡了。你先睡吧。要替你关门吗？不用。那我不会吵到你啊？不会啊。不关门，我才能听到你的声音，听到你的声音，我才会放心。哦。
真睡书房了？你做意面啊？起来啦，我在给你做油泼面呢。你用这个做？家里只有这个面了，而且其他的调料都不全，我尽量把它做到最好。我之前在西安的一个工业园区里住过2个月，当时那边刚刚筹建，所以附近没有吃的东西。有的时候一忙呢，也经常忙过饭点，我就跟和善的妈妈学了这个。但当时啊，我都是在电话里学的，期间呢失败过很多次。不过我现在做，基本可以稳定发挥了。天天吃这个也不腻吧？我可以做各种口味啊，各种各样的我都会做。这些啊，我全是跟我那些学生的家长取经学来的。我的这些学生啊，没有一个会做饭的。看你做饭像做实验一样。有的人就在厨房里面做实验。厨房能做出什么？之前有一个化学家在厨房里做实验，不小心碰倒了硫酸和硝石粉，他怕被他的太太骂，所以就随手拿起了一个最近的围裙，及时把它擦干净之后拿出去晒干。本来他想把整个事情瞒过去，但最后被他老婆发现了。围裙炸成了碎片。不过他因为这件事发现了第一个可以爆炸的纤维——硝基纤维素。看你做饭真有意思，有的吃，有的听。昨天听你说要煮面，我还以为是方便面呢。我以前啊，确实煮的都是方便面，但过后我学会了所有面的做法。你特别爱吃面啊？专门学这些？之前是觉得方便，我认为面是最方便的主食，它既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胃，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做出最快捷的食物。可怜。可怜？长期吃一种食物，营养不均衡。等回了上海，我们少吃面食，多吃各种菜。我跟你走。好啊，走。来，尝一尝。好吃。你不做研究员也能开面馆？我自己的厨艺我自己很了解，不值得夸。我也喜欢。等我回去。等我回去之后，我们就住一个房间。我给你拿瓶水。是不是我辣椒放的太多了？我下次注意。林叔说了，没婚宴不算结婚。我同意。那我在书房给你搭张行军床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不介意。你没给自己做一碗？啊，我已经吃过了。我们2个人的生物钟差了3个小时。你怎么知道我几点起床？你之前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我留意过。也对，
你们家喜欢5点吃早餐，每次我起来啊，大家早吃完了。好吃。来，吹风机。你留着吧，不是没有吗？等一下。这个我带走。车到了吗？已经到了。那走吧。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。师傅，麻烦靠一下岸。哎，好。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。给我你周先生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好，美丽，多谢你这么照顾诗怡。你老公来了，我们先回去了啊。再见，拜拜。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，给你成熟，你给我牵手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那边的所有问题呢？都解决了？我呢，今天上午到了上海，我怕你一个人在这儿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的事情都已经告一段落了，包括研究和回国的问题。回国的问题，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没有麻烦，是我之前那些同事太舍不得我了，极力的想挽留我，仅此而已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有一个，这次突然回来，有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想我了？有，我很想你。那你不走了？不走了。好。你刚才为什么那么刻意的看王运东啊？向失败者致敬。时光无法偷走回忆，用尽所有力气去寻找你的痕迹。小人还在我房里呢，在做功课。不用着急回去，让他慢慢做。那我们现在去哪？过了桥之后，往左边走，有吃饭的地方，正餐和茶社都有，还有一条街是专门卖小糕点之类的东西。往右边走的话，有一个纪念堂，还有一个染坊。你想去哪？你来过几次啊？这么熟悉？我没来过。我知道你住在这儿，所以让别人提前发给我了这里的平面图看。真的？我知道是真的，就是吧，你总会做一些常人不做的事儿。有点怪。有点可爱。那我在西安的酒店，你也看过平面图吗？那个我没看过，当时的关系和现在不一样，所以不该看的，我绝对不会看。假正经。怎么没人看着呀？万一下雨怎么办？这个时间应该去休息吃饭了吧？那我们帮他们看一会儿吧，万一突然下雨了，还能帮着收拾。要是淋湿了就可惜了，掉色了就白忙活了。
行，听你的。嗯。我突然想到一个电影的情节，是我配过的。说来听听。青城被围困，小南成王率骑兵1万，日夜不停入城增援，对抗13万敌军。20日后，援军至城下，南城家臣不抱任何期望，却忽见城墙上被头挂了数十条鸦青色的长布，破败不堪，裂缝中飞扬着。鸦青色是小南成王的王旗，那数条城墙上辗转飞扬的布匹，向家臣昭告着，此城未破。20万援军顷刻欢呼震天，声嘶力竭。这就是青城大捷。听你讲故事，我像是回到了小时候。小的时候，我没有什么娱乐的方式，外婆有干眼症，不能多看电视，所以我们晚上固定的节目就是听电台里的主播讲故事。干眼症？那现在好些了吗？身上很多小的毛病很难恢复的，再加上年纪慢慢变大，可能休息好就是最好的药了。落雨了，赶紧收啊！赶紧收，赶紧收！我帮你们收吧。谢谢哦。这老板的茶叶我，你往牛，你看着人家都好意思呢。我可怜哦，你不大人呐，咱知道房子。慢点啊！哎呦，坐车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还担心你们被雨淋到了呢。哎呀，下这么大的雨啊！他们没回来吗？啊，你们没在一起吗？没有，我有事先回来了。哦，哎，这位是？是我老公。老婆出差，千里追妻。我刚好有空过来。好好好。哎，来，把伞拿去啊！不用了，就2步路，我们跑过去。走吧。走了。哎呀，年轻人就是浪漫啊！哎。小人。2位就不打扰了。他知道你回来了？告诉他都不告诉。难怪他知道，箱子都送过来了。你刚刚在外面跟老板介绍我是什么？啊？忘了，我有说什么吗？你在研究什么啊？温度啊，我怕太冷了，把你冻感冒。想起你名字的时候，终于再次盛开了
过光年的梦，我明白只一眼就能确定那是终点，怕什么沦陷，分享有你的世界。余生许下的事，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，再重来一次，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。如果说几百个世纪出现浪漫的开始，爱怎会甘愿停止？那双熟悉的眼，已是曾泪流的从前，也不会改变某些注定相见。余生许下的誓，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，再重来一次，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。如果说几百个世纪书写浪漫的开始，爱怎会甘愿停止？也许还会有最温柔的双眸，一直在等候，收藏了太久的柔。余生许下的誓，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，再重来一次，不用把额度调那么高，一会儿会出汗。